大家好，欢迎来到独处咖啡屋。今天这期要分享的内容是，看完50家日本主妇的穿搭，我瞬间悟了，衣穿松，色选浅，才能穿出贵妇气质。希望你喜欢，订阅支持。曾几何时，我们总以为年纪一到，身材发福，肤色不再明亮，就注定要与时尚无缘。宽松的衣服会显得邋遢，浅色调更容易带出老态。然而，如今审美早已悄然转变，愈加简约，反而愈显高级。尤其在那些50岁的日本主妇身上，我们看见了全然不同的可能。她们不靠甜美装嫩，也不刻意修饰紧绷的轮廓，而是用松而有度的剪裁羽柔和低饱和的色彩，穿出一种恬淡却不失气场的优雅贵妇姿态。接下来，我们就一起来看看她们是如何做到的吧。1. 日本主妇的穿搭优雅秘诀1：衣穿松。宽松不等于不修边幅，细看日本主妇的穿搭，不难发现她们总能在简约低调中展现出一种优雅而从容的气质，而这份气质的核心之一正是松。不论身形如何，她们所选择的服饰多半以宽松不紧绷为主，并不刻意勾勒身体曲线，而是透过剪裁与材质，营造出整体和谐、自然放松的氛围，呈现出恰到好处的松弛感。当然，宽松的穿搭也容易陷入一个误区，稍有不慎，便可能显得随意甚至邋遢。因此，如何拿捏好松与不失分寸之间的平衡，便成为穿衣时的重要关键。松而不垮。日本女性普遍身高不高，随着年龄增长，身形也可能出现轻微驼背或曲线变化，整体轮廓容易显得略微矮胖。然而，她们在穿着宽松版型的同时，并不放任松弛无形，而是善于运用服装细节的设计来维持整洁感与立体感。这种松而不垮的穿搭智慧，让她们即使不强调身材，也能保有清爽利落的气质，既顾及舒适，也不失得体。穿宽松衣服，选衣服时有以下几点需要注意。1. 上衣选松，肩线选正。在上衣的选择上，日本女性倾向于挑选宽松但具备廓形感的款式，也就是说，即便版型宽大，依然保留清晰的肩线与利落的剪裁，避免服装过于松散，失去结构感，进而产生邋遢的印象。例如，一件具备明确肩线的 T 恤，或是宽松而挺阔的衬衫，不仅能巧妙修饰上半身的圆润感，还能提升整体的清爽度与立体感，让穿搭看起来轻盈利落，不显拖沓。2. 裤子选直，露出脚踝。对于中年女性而言，身材略有变化是一种自然现象，此时贴身的裤款往往容易在腿部产生明显的褶皱与紧绷感，不舒适，也难以展现理想的线条。相比之下，剪裁得宜的直筒裤、烟管裤或宽裤，更能巧妙修饰腿部轮廓，让双腿在视觉上显得笔直而修长。同时，这类裤型擅长营造纵向线条感，不仅有助于拉长比例，也兼具显高与显瘦的效果，实用又得体。不过，对于宽松的裤子有2点需要注意：一是不宜过长，避开容易显矮拖沓的拖地长裤，选择能够露出脚踝的9分裤，显瘦也能打破整体的沉闷感。2是裤腿不宜过宽，比如说像阔腿裤，若是过宽的话，也会加重下半身的亮感，反而显得整个人又矮又胖。3. 裙子选宽，增加腰线，用廓形反衬纤细感，裙装在修饰身形方面表现尤为出色，特别是裙摆较宽的款式，
能够自然地遮掩腿部与臀部的多余线条，带来更轻盈柔和的视觉效果。日本主妇在选择裙装时，常倾向于长度落在小腿中断至脚踝之间的设计，这样的长度不仅包覆性佳，对于腿部线条不够理想的女性而言，也能达到良好的修饰效果，同时保有端庄得体的气质。在裙装的穿搭中，若想达到更理想的显瘦效果，善用服装的收放对比尤为关键。例如收腰上衣加宽百裙这一经典组合，在日本主妇的穿搭中可谓屡见不鲜。这样的搭配巧妙地平衡了身体的曲线与空间感，既勾勒出女性柔和的腰线，也极有裙摆的自然垂坠与张力，包容了岁月所带来的身形变化，既优雅又实穿。而针对腰腹部曲线较为明显的女性，宽松上衣加直筒裙则是不失稳妥的选择。透过宽松的上衣进行遮掩，下身选择剪裁利落、具有收束感的直筒裙，形成上宽下窄的搭配方式，既能修饰身形，又让整体比例更加协调平衡。除了对衣服细节的把控，还要对自己的身材足够了解，根据身材选款式，体态发福也不怕。一、苹果型身材多穿露四肢的宽松款。宽松穿搭的第一步，便是巧妙地隐去身形上的小瑕疵，例如手臂赘肉或腹部圆润。透过基础款简约设计的单品，以四两拨千斤的方式，轻松营造出自然得体的体态美感。以苹果型身材为例，与其追求紧身或短版上衣贴合手臂的长袖，不如选择更能展现线条优势的款式，如垂坠感良好的 V 领衬衫、无袖或过膝的 A 字裙，让四肢适度露出，提升整体轻盈感与视觉平衡，低调中展现柔和的美感。二、梨形身材得学会突出腰线，弱化臀腿。腰细腿粗，上窄下宽，这类体型常被称为梨形身材，在中年女性中也相当常见。若未加留意服装剪裁与比例，过于宽松的长裙或上宽下宽的穿搭方式，容易让整体轮廓显得蓬松无形，甚至误导为晕肚感，未免失了分寸。那么该如何穿出优势，修饰身形呢？建议可透过泡泡袖、垫肩衬衫或一字领上衣来增加肩部的视觉宽度，平衡上半身比例。同时，选用米白、浅灰等明亮色调提亮上身，再搭配明确的收腰设计与清晰的腰线，便能自然勾勒出曲线感，达成视觉上的修长与挺拔，展现出自信且得体的气质。三、H 型身材穿衣少不了收腰和层次设计，若身形偏直，腰臀曲线不明显，则属于典型的 H 型身材。这类身形虽然整体匀称，但也容易给人线条单一、缺乏层次感的印象。针对这一类型，建议在选款时可特别关注收腰设计与穿搭层次，例如带有腰间绑带的衬衫、剪裁合身的收腰连衣裙，或是利用细腰带明确划出腰线，都能有效塑造出身形的立体感，让整体轮廓更具柔美。此外，也可以参考日本主妇常见的叠穿方式，如裙裤搭配 T 恤外加披肩式衬衫等，透过材质与线条的层叠，营造出丰富又自然的视觉效果，让穿搭更显灵动与风格感。二、日本主妇的穿搭优雅秘诀二：色选浅。一、浅色系更适合中年女人，显贵不挑肤色。一是基础色加小设计，随着年龄增长，肤色不均、暗沉及斑点等肌肤问题逐渐浮现，这些细节容易让面部显得疲惫与憔悴，
而在这个阶段，若选择过于鲜艳或花哨的色彩，反而会加重视觉上的年龄感，让肌肤瑕疵更加明显。相比之下，柔和的浅色系犹如天然的打光板，能够在不着痕迹中提亮肤色，柔化面部轮廓，使整体气色看起来更加明亮清新，也有助于营造出从容自然的精神状态。因此，像白色、米色、浅灰等经典基础色，成为许多日本主妇的日常首选，不仅百搭实用，也不易出错。同时，他们也非常重视细节设计，在简约的基础上，透过泡泡袖、刺绣、蕾丝边等精巧点缀，赋予整体造型更多层次与质感，在低调中展现精致与品味。二是彩色系加单一纯色。对于中年女性而言，相较于鲜亮饱和的色彩，浅色调无疑是一种更为稳妥且具包容性的选择，不仅对肤色友好，有助于柔化面部轮廓，还能营造出清新温婉的整体氛围。这也是日本主妇穿搭中实现不扮嫩、不显老的关键所在。当然，除了常见的白、米、灰等基础色系之外，日本主妇在日常穿搭中也会适度运用彩色系，但他们所偏好的色彩多为浅淡、纯粹的单一色调，而非过于明艳或图案繁复的款式。例如珊瑚红、姜黄色、浅蓝色等，色彩柔和自然，既能点亮整体造型，又避免了视觉上的杂乱感，让穿搭保持清爽、简洁且富有质感。这种克制而有层次的色彩运用，正是他们穿出优雅与气质的细节所在。二，浅色不等于寡淡，结合搭配更时尚。浅色在穿搭时要遵循以下几点：一是配色要深浅结合。在穿搭配色中，深浅色的结合是一种经典且稳妥的视觉平衡方式，尤其如黑与白的搭配，不仅层次分明，不显突兀，还能巧妙划分上下身比例，使整体造型更加利落有型。其中具有视觉收缩效果的黑色，若用于身形相对丰满的部位，便可达到弱化存在感、突出优势的作用，从而实现扬长避短。例如下身较为厚重时，选择黑色裤装或裙装，可达到不错的修饰效果。不过需要注意的是，若将黑色运用在上半身，则建议搭配具有露肤设计的款式，如 V 领、半袖等，以提亮面部区域，减少沉重感，让整体视觉更加轻盈自然。二是小面积亮色点缀。在运用基础色进行穿搭时，适当加入小面积的亮色点缀，不仅能增添层次感，还能瞬间提升整体造型的鲜活度与生动感。亮色的使用无需大面积铺陈，一条明亮的丝巾，一双红色单鞋，便足以为造型注入灵动气息，打破平淡。此外，为了让整体更具协调感与统一性，可在配色上注重呼应，无论是大面积与小面积之间的色彩搭配，还是小面积与小面积之间的呼应，都能让穿搭更具整体感。三，跟着日本主妇学，打造贵气高级感。搭的核心原则，但真正让他们的造型兼具质感与气场的关键，还在于对细节的用心与把握。细节一，简约短发，塑造利落气质。许多日本主妇会将头发整理得整洁清爽，而在发型选择上，短发占据了主流，不仅便于打理，更能自然展现出利落自持的气质。其中齐耳短发与锁骨发型尤为常见，搭配斜分刘海，不仅修饰脸型，也为整体气质增添柔和与轮廓感。细节二，精致配饰，
营造质感细节。对中年女性而言，贵气感从不取决于服装是否华丽昂贵，而是来自整体造型的质感，即视觉上的高级、得体与耐看。一身基础款的穿搭若缺乏细节点缀，容易显得单调，但若加入如耳饰、项链、丝巾等精致配饰，便能使整体层次丰富，恰如其分地提升视觉亮点，展现生活的细腻与态度。细节3，良好仪态让穿搭加分。即便穿着的是宽松的服装，依然可以展现出优雅气质。关键在于体态的管理，挺直脊背，放松肩膀，步态从容。这些细节正是日本主妇最为人称道的日常习惯。透过日常练习，如瑜伽、靠墙站、拉伸等方式，改善体态，也能让整体穿搭在举手投足间展现自然的高级感。4. 日本主妇穿搭势力，能一举打败纵横时尚圈多年的精致感穿搭。咱们这就来走进日本主妇的3种常见生活场景，来看看当这种穿搭走进现实，到底有多少实力。场景1，购物或散步等日常休闲场景。日常的采买、散步，是姐妹们最频繁也最写意的生活片段。在这样的轻松场合，若还一身包臀裙、高跟鞋，虽然精致，但行动不便，反而失去了生活本真的自在感。对于中年女性而言，舒适与好看才是我们所追求的日常穿搭。日本主妇便是这方面的好榜样，她们更青睐轻便、行走自在的乐福鞋、帆布鞋或低跟短靴。穿搭上，可以选择宽松小衫加半身裙的搭配，非常休闲。场景2，居家场合，这样穿才不邋遢显老。对日本主妇而言，居家穿着并不意味着将就或随便，她们深知即使在家，也值得被好好对待。宽松变形的 T 恤、褪色旧家居裤不再是首选，取而代之的是天然舒适的质地与得体的剪裁，像棉麻、羊绒等柔软面料，不仅亲肤，还能自然呈现慵懒而整洁的氛围。剪裁则以宽松不松垮、有型不贴身为主。长裙与长裤在居家穿搭中也能发挥修饰作用，若能配合顺色搭配，还能拉长视觉比例，显高显瘦。鞋子则选择平底穆勒鞋、软底芭蕾鞋或勃肯鞋，舒适之余也不失优雅。即便在家，也能保持一份对自己的尊重与精致。场景3，下午茶或者聚会等半正式场合，这样穿，别以为主妇的生活只限于家庭与菜市场。日本主妇的社交圈其实丰富多彩，亲友聚会、下午茶、园艺俱乐部，各种半正式活动，都是展现个人品味与仪态的好时机。这类场合的穿搭，需要在得体与自然之间找到平衡。他们常选择过膝的收腰裙装，或剪裁上紧下松，能凸显腰线的连衣裙，既舒适又不失端庄。色彩方面，多偏爱柔和内敛的莫兰迪色系，低饱和度不抢眼，却自带质感，适度的点缀也很关键。一条精致的小丝巾，轻盈的耳饰，再配上一双跟高不超过6厘米的优雅中跟鞋，无论是下午茶还是家庭聚餐，都能自然融入，优雅应对。日本主妇的穿搭看似简单，实则却蕴含着时尚智慧，通过衣穿松、色选浅的原则，打造出优雅得体、贵气高级的造型。对于中年女性来说，这种风格不复杂，不扮嫩也不显老，更能美得优雅得体。其实，女人的衣着打扮真的很影响对自己的感知。设计师山本耀司曾说过一句让我印象深刻的话：自我必须不断地与世界对撞，
对手越强越可怕，反弹回来的力量就越能让你看清自己。这句话让我理解到，自知从不是关起门来的内省幻象，而是在现实中不断遭遇与回应之后，才逐步显影的真相。也因此，我始终认为，人应该积极入世，脚踏实地去爱，去争取，去碰撞，才不会被世界反复揉搓成一个麻木的旁观者。当我们选择走出家门，不论是身体上的行动还是心理上的向外探索，其实都在参与一场自我建构的过程。举止、言谈、服装、妆容，这些看似外在的细节，都是自我认知向外延伸的语言。或许你会问，这样的打扮是不是一种迎合？我认为一个简单的判断方式就是，当你在街上会因为某人的美而驻足欣赏，不论是面容、服饰还是气质，那你就会自然理解，人对美的向往是一种天性，尊重他人的审美选择，其实也是在尊重自己的本能。而当人能够正视这种对美的渴望时，内心的羞耻感就会逐渐淡去，反而生出一种勇敢与坦然。到了中年，我越发确信，在人生的金钱、欲望与诚实面前，若能少一些羞赧与逃避，很多事情就会变得更清晰、更有力量。至少，我们开始敢于面对那个真实的自己了，不再自欺，反而成就了内外一致的强大。穿搭与妆容，正是这份自我认识的外在显现。你穿上什么风格的衣服，其实就是选择了当下你希望扮演的角色。20多岁时，我们可以锋芒毕露，偏爱明亮色彩，勇于尝试，舒适度可以让步。而进入中年后，更多人选择低饱和的色彩，柔软的质地，穿得舒服得体才是第一性原则。我依旧是那个我，只是随着自我探索的深入，不同阶段有了不同的呈现。尽管对世界的锐气有所消退，但包容与理解却悄然滋长。审美与自我开始流动融合，当外在表达与内在状态趋于一致，气质便不再需要刻意雕琢，自然流露的便是最好的状态。当然，审美不只存在于穿搭，它也体现在空间陈列、物品搭配、语言措辞，甚至是一件事情完成到什么程度最为妥帖，这都是审美的一种外显。今天我想谈的是打扮。最理想的状态是让衣着妆容服务于自己，而非让人被其绑架。有时候我们也会看到这样的情况，一个人外貌出众，妆容精致，衣着得体，却仍让人感觉他好像少了点什么。那是因为缺乏内在的主体性，导致再好的衣料与风格也无法为他的美貌加分，反而显得有些空洞。当一个人过度依附于外在，真正的魅力便无法被释放。衣服是戏服，但人不应被困在角色里。真正动人的是穿着中流露出的真实与自在。当一个人对自我有深入洞察，能清晰地认识自己的特质与气质，那么在衣着打扮上，往往也会呈现出一种稳定而和谐的风格，不刻意扬长避短，也不需精心装点，却自有一份从容与一致。这种审美表达并非一蹴而就，而是随着自我认识的逐渐清晰，在日积月累中自然生长出来的结果。你会发现，有些人即使风格、色彩、款式不固定，但其气场始终如一。那不是衣服在塑造他们，而是他们在驾驭衣着，展现内在的主体性。当然，找回主体性是一个持续的过程，自我也并非恒定不变。35岁的我喜欢现在这样，40岁的我或许又会有所不同。永远不要为自己设限，应当尊重每一次命运与经历带来的转变与觉察。
一旦接受了变化，你会活得更加轻松自如。你会发现，衣着不仅是当下内在状态的映射，也是引导自我感知的工具。当一套服装符合你此刻的心境与需求，那种精神上的愉悦与充盈是会自然流露的。想要舒适，就不必选择过于拘束的剪裁，偶尔换上设计感强烈的单品，也许能让你重新唤起多年未见的某一面自己。正因如此，衣着打扮其实是一种角色扮演的自由。你穿什么样的衣服，就可以体验什么样的自己，可攻可守，可甜可盐。这不是装，而是探索与呈现，是身心统一后的自然流动。当然，有些人的穿搭过于华丽精致，也可能引发他人对其外貌的过高期待，但这不意味着我们就要为此迎合。他人的评价是他们的课题，而不是我们的负担。真正重要的是我们是否清楚，自己此刻选择这样装扮，是出于真实的体验与自我意愿，想呈现哪一面就呈现哪一面，切换自如，有何不可？至迂腐美意这一现象，他所批评的并非打扮本身，而是在对美的追求中过度让渡自我权利，陷入容貌焦虑的状态。适度为悦己者容，是一种健康而有生命力的表现。而这里的悦己者，首位从来不是别人，而是自己。你想成为什么样的人，就穿上什么样的衣服；你想体验什么样的状态，就大胆去尝试。如果最终你体验过、感受过，发现一身粗布素衣才是真正的自在，那也是你回到本真的一种所得。重点从来不在于变美这件事本身，而是在于过程中的主动性与选择权。当你拥有这份清醒，自然就不会被任何形式的审美所束缚，而能真正享受美所带来的自由与力量。好了，这期咖啡屋到此就分享完了。如果内容对你有所帮助，麻烦你订阅和分享给身边的朋友，欢迎留言和投稿。在咖啡屋与我们一起学习别人的最好，遇见更好的自己。我们下期节目见。